大家早上好。今天坐着和大家说早上好了，因为呢，今天我们又是移动日，我们要返回奥兰多了，100多公里的路，我们就不用着急了，急急忙忙吃完早饭，再马上收拾，马上出发，这种节奏已经好久没有了。这个科克海滩的这个营地呢，我们也是特别喜欢，也仅次于迈阿密吧，因为它呢植被和树木特别的多，然后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营地，旁边呢就是有养老房，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草地的覆盖，而且他们的催树业啊、打扫啊都是非常认真。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他们是收集垃圾的。Kevin 也很喜欢这个营地。而且呢 ，Melody 呢最喜欢的一点是它周边的配套服务。对，是的。这就是之前 Melody 分享的，说什么是好营地，就是它这个 location 里边啊，不仅仅周围有什么可逛的地方，还有什么采买、生活配套相关的服务啊。是的。而且呢，这里边还有西海岸经常能够我们习惯的Whole Foods 啊 ，Trader Joe's 啊，没错也能在东海岸实现这个最主要呢，车程20分钟之内，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对，其实，在奥兰多、迈阿密都有这样的超市，但是如果车行1个多小时出去要采购这些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对。那么佛州当地品牌的超市呢，其实我们个人并不熟悉进去之后呢，要摸索很久才能知道这个东西买不买，怕踩雷，好吃不好吃。Melody 特别怕踩雷也经常上网上看看人家在超市里购物推荐的一些好吃的对，因为房车上呢还是比较推荐这种快手的，或者说半预制的菜。其实我来到佛州之前啊，我并不知道佛州流行主打的这种生活超市是什么对对对。来了之后发现好像这怎么没有那些常见的超市？后来发现佛州有自己的品牌对，而且他们的品牌覆盖率非常高，像奥迪对，还有 Publix 对，遍地都是，所以西海岸那些超市它倒很少。而且这儿去 Costco 也很近，就是所有的商业业态20分钟之内你都能到达，而且翻30分钟不到就能到达海滩，是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啊。在海滩的尽头就有肯尼迪航天中心。对，虽然说我们这次并没有去参观因为我们2个人对这种人文的东西呢，相对而言没有对大自然这么感兴趣。对，这也是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一个区别。西海岸呢，其实人文的景点比较少一些这些大型的博物馆、悠久历史的建筑都比较少一些是的。但是呢，都是山川大河这种，就落基山脉沿线的这种自然风光对对对。但东海岸呢，没有这些自然风光，但是它就是人文历史特别久一些。没错，你去纽约、去华盛顿 DC， 大部分也都是人文景点肯尼迪航天中心呢，过段时间呢有一个盛事，当然我们是错过了它是月亮女神2号载人航天飞船。这个里面还有2个加拿大人。对，Kevin 抢在我前面讲了，我也想说里面有好几个加拿大人。美国这个政治正确也到处体现对，你看他这个宇航员呀，经常里边配一个英国人呀、德国人呀，或者日本人呀、加拿大人呀，都是特别常见的。那我们看的美剧大多也是这样，各种肤色的黑的呀、白的呀、亚裔呀、拉丁裔呀，凑在一起，吸引不同的人群观看吧，其乐融融对，据说呢，航天飞机呢现在已经在发射台上了目前定呢说是最快呢是4月1号发射。我心想果然科学不相信什么愚人节。当然，如果我们4月1号能够在这个科克海滩的话，我们肯定一定去凑这个热闹这不会是愚人节的故事吧？我觉得不会，科学不会这样不会这样所以说呢，就是科克海滩呢，给我们印象特别好，就是整个气温也特别合适。为什么呢？温差小。对，它最高气温总会比奥兰多少几度。没错，最低气温总会比它高几度。它最高气温大概25度左右，对，最低气温呢20度左右。我发现佛州沿海岸线的这些冬天的气温和气候特点都是比奥兰多好的没错。但是呢，奥兰多就一项优点盖过所有缺点没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少，或者说自然灾害少受飓风影响比较小一些。没错没错。你在 KYS 你还记得那个椰子吗？他说如果椰子没有了，就飓风来过了。我就在想最近几天时不时下点大雨打个闪电，我都觉得有一种恐惧感因为它就是要暴风骤雨。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飓风对，我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真正飓风来的时候，这种恐惧感遮天蔽日，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就是我跟Kevin 开玩笑说，我说
佛州的超市里啊，伞肯定是卖不掉的。因为它这个雨来的时候啊，你是来不及从包里把伞掏出来的，等你掏出来，你已经湿透了，而且还夹杂着风，对，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湿透之前把伞撑好。撑好也没用，它会张嘴。对啊，就开喇叭，我们叫开喇叭。所以那个 Melody 说，在佛州没有人打伞，没有人打伞，因为伞在这儿生存不了。相对小的温差呢，也是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晚上呢，睡觉呢，这个环境也好。奥兰多呢，相对呢，它的温差就大一点。对，前段时间我们坐在户外呢，好像感觉晚上还是有点偏凉，而且受寒潮影响比较明显。对，奥兰多的一般的温差呢要达到10度以上。你要是迈阿密的话，好像受这寒潮就没有那么明显。对。奥兰多谁能想象冬天我还要穿轻羽绒服，都觉得冷。中佛州和南佛州呢，它的温度呢也是区别很大的，差别很大。然后中佛州里面呢，我们感受啊，我们去了坦帕，我们去了奥兰多，来到了这个科克海滩，我们觉得科克海滩呢，它的气温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温差比较小，采购比较方便，还能够到达无边无际的大西洋。虽然说我个人对大西洋有种执念，对，这个营地呢，只有一个小小的对大型车有一个不是特别友好的地方，当然也是 Kevin 看出来的。我这个不开车的呢，其实并没有这个神经大条啊。它呢都是铺石路的营位，这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都是铺石路的，所以呢营位和营位之间的这条路呢比较窄。对呀。虽然说它设置了单行，但是如果当大车要挂接落位或者转弯的时候，是有点困难的。即便我们的这个车头挂上之后，也是占用马路的。对。所以刚才我又从前面退过来了一点。没错，本来我们车停在后面，然后出发的时候呢，那个 Kevin 又把房车往后移了一下，这样呢才不挡着道路，否则就挡着马路了。对，是的。所以说，当然这个不算是缺点啊，就是因为对你的烦恼只有一次，对吧？你落位和出发，然后我们这个呢属于拖挂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又是在把边的位置。对于我们的影响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就像对迈阿密营地一样，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说一点，就是可能就是太完美了，你总要说点不好的，不能都是优点。就是看别人节目，我也愿意看人家说缺点。那按礼仪来说，前面也有看到其他网友说别的那个博主。说你到人家做客，怎么净挑骨头啊说呀？你人家那么多好的优点你不说，非要说缺点啊？可是问题是，给别人没有借鉴的意义，对吧？我也是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优点，可是我去就踩坑，因为什么呢？我没有听到他那个地方的缺点。对，每个地方都有优缺点，所以优缺点我们都想讲。还有一个小缺点呢，也是我们生活下来才发现的，发现这儿的湿度呢偏高一点，好像比奥兰多要高。那现在还是旱季，或者说干的季节，到夏季不可想象。为什么说潮湿度要高一点？其实我们体感并没有感受到，体感还是挺舒服的。比如说我们的浴巾晾在房车上，它就不容易干。当然我一天2把澡，早晨洗好，到晚上再去碰这个浴巾，这个浴巾还是潮的。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指标，饼干拆开之后，我并没有及时的封上，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并没有过一天饼干就潮了。这突然让我想起了上海。其实因为我们从上海移民到温哥华之后好久对这种食物要马上密封起来的习惯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是这样，你打开的东西立刻马上就要封上，否则马上就会崴着，就是马上就会潮掉。但是到了温哥华呢，我们这个习惯已经没有了。对，这是比较干。对，然后到了科克海滩呢，这个饼干潮掉呢非常形象，也具象化，让我想起了上海的潮湿。当然这儿的20多度27、8度和上海是不能比的。上海的这夏天高温下面，我就像行走的小笼包走在马路上。这地儿夏天也要热死人。这儿还是属于海岸线，如果到了奥兰多的话，可能冬天还会干一些。所以说海水对气温的调节还是非常有效的。总是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收拾走了。对，我们要回奥兰多了。奥兰多也是我们半个家了，走了。
经过1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从佛州的东海岸又回到了奥兰多。现在是中午时间。刚才啊，离开这个 Coco 海滩的时候，快要临走时，一个老奶奶上前来跟我们打招呼。她说：“我看到你们挂街了，知道你们要离开这个营地了，我过来和你们打个招呼。我也去过那个 BC 省，就是加拿大的哥伦比亚省，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地方。我走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祝你们旅途愉快。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们问他：“哦，您是住在这儿的吗？”他说：“不是，他来自纽约，他每年会来 Coco 海滩住4到5个月。”非常和蔼善良的老奶奶。在美国旅行，其实我们也是经常会被这种老年人的善良所感动，每次都是细节、言语和热情的招呼。哎，来到奥兰多了。进入奥兰多的时候啊，高速公路上啊，一个一个广告牌啊，先是路过马里奥，再是路过小黄人，最后是哈利波特、环球影城的大广告。可惜啊，我们不去。但是看着生动的广告牌，还是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活力。回到了奥兰多营地啊，凯文算的时间特别好，12点03分到达大门口。我问凯文：“你有什么感觉？”凯文说：“再也不是像1个多月前刚来的时候那么兴奋了，已经有种轻车熟路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又分到了这个营地的另外一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呢，相对而言呢，应该是在这个营地比较久的时间就开始有的，所以感觉呢没有那么新。但是呢，宽度啊、房车和房车之间的间距啊、隐私度啊都足够，而且更宽广。看一下我后面几只仙鹤，来欢迎我们回到奥兰多。回家了。Kevin 呢，又反正一脚油门就回来了。这个地方的营地呢，倒车对他来说就是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去看一下我们的仙鹤，其实他们才是这个营地的主人，我们是过客。1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将离开这个营地。看一下他们，哦，红的顶。爸爸妈妈带着2个孩子，好温馨的场面。好，我们落位了。在这个营地呢，我们又将居住1个星期，然后呢，通过奥兰多，我们再去往别的营地。不错啊，感觉不错。我刚才啊去瞄了一眼，然后室外圈啊都搭了一搭啊，看看什么样的环境。这边基本上好像都以长期的住户为主。对，这个区域大概是这个营地啊比较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你看，一看这个有这种小房子的100%都是长期客户。对，没错。而且我还担心我们在后边啊，隔壁旁边会来人，着来一个赛啊。后来发现你看来一个车啊，后来发现你看。哎，上面写着季节性的用户啊，这是长期客户，都写 home 了啊。对，这是家，就证明啊，我们可能眼前呀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人了。对，然后我们远处啊，就是视野特别好。对，这个呢也是他们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对，这里有个房子是，他们这个园区。Ranger 们办公的地方，所以这门前可能会跑来跑去的这种小高尔夫车呀，都是他们办公用的 Ranger。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隐私度太好了，对，视野是真开阔。对啊，本来就是把边的。你要是说找点缺点呢，就唯一缺点就是上午可能会晒一些。哦，我们这是朝什么西北吗？我们这现在朝东南方向。哦，东南方向。也就是说下午逐渐开始呢，稍微凉快一些。哦，像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在这儿坐着呢。再早的话，看刚刚我们这个，
这个线还在我这儿。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特别喜欢晒早晨的太阳。上午晒晒太阳。对对，下午呢正好遮阳棚啊一弄，最主要是我觉得晒太阳，我还想起来了啊，打脸了。那天我还说我过了这关没事儿，结果2天之后发现身上还是晒红了。就可可海滩那天我们俩呢就是特别的亲密嚣张。我呢已经不能看了，就是手腿用本来就不经晒。就是特别不行，就是进度条，我就那天就说了，拉了20%。最后我们可可海滩晒太阳就晒了1天，在海边再去不了了，身上都红了。Kevin 晚2天之后开洗澡热水一开都有点烫的慌，对，像个煮熟的虾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儿你看，后边这家也是长期用户，他也有一个小的房子，这边都是长期用户。你看这还有大房子呢，自己搭出来了一个客厅。你看一下，我刚早晨出发的时候说郁金潮的，我就马上拿出来晒。就是奥兰多就是可以这样。奥兰多是很干爽的。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开阔度隐私度就是没话讲了。这个是个 A 加的营位所以我说，唯一一点小缺点呢，就是它有点面向南。那如果把这个方向再掰过来一点，那就更好。那总比面向西好对吧？哎呀，有些人你看他老头老太太他们就是要来晒的。没错，就是。他们每天面对着太阳他们坐在那个户外的或者沙滩椅上他是随时调整的。没错，像我们一样，正好和我们相反。他跟着太阳像向日葵一样，他一直跟着太阳这样调整。就是按科学道理来说，是早晨的太阳晒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中午之前的。那天有一网友问我说我们这个环形的这个灯带是不是可以驱蚊的？可以明确。它以为是防蚊灯，一点都没有这功能。这个是偏蓝色的，那个呢是随便调任何颜色，对，闪烁的五彩。这个是早期买的，大概10几块钱吧，不是特别好，因为亮度不够，但是好像也蛮显眼的也挺软的，我觉得挺好的。对，然后这个是后来 Costco 买的，它是2条，我接在一块儿了，但是绕1圈半。我们这个车其实应该3条，正好够。等我再去 Costco 再买的时候，人家不卖了。季节性产品。对，这就 LED 的，都是防水的，然后有遥控器可以控制它那个怎么闪烁的。这个呢，就是增加一点晚上的色彩。对，因为营地里灯光不是特别多。没错，像这个奥兰多这个营地它太大了，根本没有路灯。远处我觉得北美就是不太愿意弄路灯。但是我们那个可可海滩的那个营地路灯来得多嘞。它倒是比较多。对，晚上出去遛狗根本不用带头灯。也分营地，反正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长期用户，其实很多营地都有那个长期用户包括 KOA。突然我还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对，那个原主来搭你。我刚落位没多长时间，在一个 KOA，他们叫 host，就原主吧，反正就老板吧，就开着小高尔夫球车过来了，来搭我。最后你住几天啊？我说住1天。哎呀，他们就住1天。我说明年，回头再说吧。但是他把我们认为是韩国人了他问我们是不是从韩国来的？韩国还是哪的？说华人这个玩房车普遍来讲，比起白人还是少很多这个比例确实是微乎其微，100个蹦不出来一个呀。所以大家要多留言让我们讨论起来。因为这个房车的这个生活一个很多华人呢，对露营这事儿本身他就不是从小他玩起来。我们也一样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他对这个行车安全这种拖挂本能就抗拒，本能就有一些胆怯。那老外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熟，一上来就玩。有时候我看他们接管子也很笨拙，也很笨拙的。对，所以华人有这个比较谨慎吧，也没有什么错吧。所以再次说一下这灯带就是我们用来照明的，也可以防一点小动物，提升氛围。对。那但是还有一个呢，在西海岸呢，
我们用它来防小动物。你比如说，有人说有老鼠啊、地鼠啊，对吧？乱七八糟东西，他们就不会接近，也不会穿行了。我也看过有那个博主说老鼠进房车的，从轮胎爬进去、钻进去的啊。还有防什么浣熊啊，哎呀多了，这些北美的小动物，反正拿光吧吓唬吓唬他们，尽量别靠近这车呗。但是有很多这个房车车主啊，都很有气氛。我看他们经常会买那种发光的椰子树，放在前面。对，我也很羡慕。其实我也想弄一个，增加氛围啊，但提升生活情趣。就迫于啊，就是地方有限。所以啊，一个还是要变大，一个是氛围，另外一个呢，预防一些小动物。对，尽量的，咱们不是说100%。